这鬼雨根本洗不掉满山的血腥味儿。我叫凡尘，就是凡尘里的一粒灰。那小子就是个没灵力的凡人，跑不远。李老三，带人搜那边，敢在鬼市路财，真他娘的活腻了。这祖传玉佩，是我爹留给我的唯一念想。半个月前，我还在百草堂当学徒，天天闻药渣劈柴烧火，天生经脉不通，连凡人的武功都练不了。我爹临终前说，带着他能保平安，可我不想只求平安，我想自己说了算。那天夜里打瞌睡，熬沸了一锅百年黄清汤，怕掌柜骂，我赶紧把它倒进暗沟。真是活见鬼！这玉佩居然把药汁吸干净了。它是个活物，它吃草药。我到处搜过边角料，什么10年废的紫叶兰、半枯萎的血参须、灵芝碎屑，全熬成药膏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一滴滴喂给它。3天前，这玉佩终于吃饱了。一股极寒的力量冲进心脉，硬生生砸开我闭塞的经脉，那滋味疼得生不如死。但我不仅活下来了，耳朵能听清百外的落叶声，眼睛能看清空气里的灰尘。我凡尘能修仙了。可玉佩的阴寒之气太重，肉身扛不住。不找赤弦莲中和，五脏六腑半个月内得全冻成冰。为了活命，我挖了掌柜视作宝贝的300年何首乌，连夜逃到这鬼市来碰运气。用这何首乌换了一株干瘪的赤炎莲。一个毫无灵力的凡人，拿着300年灵药招摇过市。我早该想到，刚出暗门就被盯上了。三哥，罗盘有反应了，灵气波动就在前面那片泥地，这回他插翅难逃。这帮人都有炼气期2、3层，会仙法有法器，而我是个连灵气外放都不会的凡人。可那又怎样？既然老天给我开了一条修仙的缝，今天就是死，我也要死在拼命的路上。在百草堂劈了3年木头，加上玉佩习骨，我现在的爆发力早不是凡人了。什么人？地阶金刚符，凡人武者根本打不破，但我今天非破不可。雕虫小技，区凡人的暗器也敢。这钉子上涂了芒蝉毒液，还包了生石灰，遇水发热，见血封喉。就是现在！老四，找死！锋刃，去！慢半拍我就被切成2段了。修仙者就是修仙者，动手就能碾死凡人。小子，我要把你抽魂炼魄，点天灯！别慌，猎人抓野兽最忌讳乱动位置。等雨下大。水克火，老天爷都在帮我。雨太大了，神识受阻，他中了锋刃，跑不远。用照明符一寸寸搜，敢杀老四，我要让他生不如死。玉佩在努力护住我的心脉，但赤炎莲还没吃，阴寒之气在肚子里乱窜，手脚快冻僵了，得速战速决。他太依赖神识，在这暴雨林子里，凡人的眼睛更好使。
凡人的陷阱，从来都是一环扣一环。凡人蝼蚁，找死！雨总算停了，真疼啊！右边这窟窿和左边这道口子，简直要命！不行，不能倒在这儿。刚才修仙者打架动静太大，指不定会把深山里的大妖或者简陋的散迷招来。我现在灵力全用没了，这里太危险。这就是储物袋吧？以前听那些落魄散修吹过，说里面能装不少身家性命。这牌子不知道干嘛用的，算了，雁过拔毛，先收着再说。这穷鬼就这点碎银子，符也全泡坏了。这腐骨粉本来是留着跟猛兽虫同归于尽用的，今天算你们用上了。不行了，体力彻底透支了。运气真好，这瀑布声能盖住动静，里面还能藏身。伤口竟然结痂了，命算是保住了。这就炼气期第1层了。这就是仙家法力。哈哈哈哈！凡人命如草芥，但我这根野草还是硬生生钻出头了。修仙界弱肉强食，我现在这炼气1层的修为垫底得很，随便来个练过几天法术的散修都能轻易捏死我。得赶紧把手头这些战物品变成保命的底牌，凡人打不开这玩意儿，老子现在好歹也是修仙者了，给我开！这感觉真神了，明明是个小蝙蝠袋，脑子里却能把里面看得清清楚楚。这是下品灵石，2瓶丹药，还有2本破书。李老三这穷鬼，对我来说可是一笔横财啊！长春宫最多练到炼气6层，基础术法我看看，火弹术、御风术、清洁术，等等，敛息诀毫无攻击力，只用来隐藏修为，练好了还能伪装成凡人。这可是替我量身定做的保命神技。我底牌少，胸口这玉佩要是被人发现，肯定没命。这祖传青玉还有这功能，能把空气里乱七八糟的灵气吸进去，把杂质过滤掉，再吐出精纯的灵力给我。慢是慢了点，但这基础打得扎实，我丹德里这气旋，估计大宗门的天才也比不上。半年了，炼气1层彻底稳固。练息诀，起。这下，我从外表看就是个彻底的凡人了。百草堂那个窝囊学徒已经死了。
修仙界，我来了。走了整整3个月，总算走出了云梦大泽，到了这青牛坊市。这一路喝露水吃野果，全靠敛息诀压着灵气，才躲开那些高级妖兽。凡人书本里那些仙气缭绕全骗人的，这外围就是个破棚户区。你看这些散修，为了几块碎灵石吵得脸红脖橘。修仙界扒了那层皮，全都是赤裸裸的生存和争夺。我得把修为死死压在炼气1层，装个最落魄的新手。我这兜里就剩下13块下品灵石，得赶紧找个活干。树武堂，青牛宗管事的地方，那管事的胖老头绝对有炼气中期的修为。新来的，懂炼丹画符还是炼气啊？前辈，我就是个凡俗采药的，误吃了野草才开了经脉，什么手艺都不会，功法也不全。他看我修为这么低，满眼都是瞧不起。什么都不会就去挖矿或者种地，挖矿1天给1块灵石碎屑，种地在甲字区最外围3亩下等田，1年10块下品灵石，租金先付1半。挖矿等于把命交给别人，绝对不行。前辈，我选种地，以前在药铺当过学徒，会伺候花草。拿着，甲字79号，坊子里严禁私斗，出了阵法不管死活。多谢前辈，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修仙界最底层的灵农了。甲字79号，就在郊外，灵气稀薄的可怜，但比起在柴房挨打，在雨夜逃命，这里简直是天堂。花了3天，终于修好茅草屋，撒上驱虫药，买了最便宜的银叶草种子，半年一熟，最多只能赚3、4块灵石，但我图的就是它不起眼，安全。每天天没亮就去公共灵泉抢水，银叶草太娇贵，水和灵气稍微不对就发黄。还好我以前在药铺学过怎么伺候草药，晚上就老老实实练长春功。青玉把吸收来的木属性灵气停存，慢慢滋养经脉。3个月了，银叶草长得不错，我还是老老实实窝在这儿。那天晚上下大雷雨，一株银叶草被砸断了，要是死了半年白干。我赶紧给他输点木属性灵力吊住命。灵力先流过胸口的青玉，被提纯后的灵力极其精纯，充满了生机，整茎立马就愈合了。叶片竟然泛起了银光，这是洗掉所有杂质的极品啊！要是我种出3亩极品，收入直接翻10倍，顶级的丹药和功法全都有着落了。等等，不对，我一个炼气1层的废物，在烂地里种出满地极品，这哪是发财，这是暴露自己的灵力啊！一旦被发现，绝对会被抓去严刑拷打，问出秘密。不能留，我得活下去。从那天起，我只敢做极其克制的实验，每亩地只挑角落里的几株，为一点点提纯灵气。收割前还得故意掐断最好的叶子，或者抹点毒泥，强行把它们伪装成中上等。我必须做到完全不起眼。哪怕这样，我交出的成色依然是这片下等田里最好的。樊小子，你这手艺不去大家族当药童，真是屈才了。刘掌柜，您别折煞我了，我就是个泥腿子，我这木讷性子，去大家族怕是活不过3天，还是种地踏实。这老头炼气3层，眼毒得很。这是半年的收成，13块下品灵石，点点吧。多谢掌柜，不用点，不用点。我不怕被别人笑话傻，我只怕被聪明人盯上。春去秋来，一转眼在青牛坊市待了2年。这2年我断了所有交际，每天就只有2件事：种地、回屋，晚上拼了命的吐纳，
靠着玉佩提纯灵气，就在3个月前，我这破资质居然磨到了炼气2层。但我把敛息诀开到最大，死死压在炼气1层中期。在外人看来，我还是那个2年才进步一丁点的废物。那是青牛宗的外门弟子，他俩都有炼气4层的修为。你就是这甲字79号的凡尘？回仙师的话，正是小人。附近有魔修活动，为了保护你们，今年租金上调3成，每人再加5块下品灵石的阵法费，3天内交齐，否则收回灵田，驱逐出坊市。什么魔修活动，全是长老们敛财的借口。这一下等于要了底层灵农的半条命。怎么嫌多？宗门庇护你们这群蝼蚁，这点灵石还不乐意了？不，仙师误会了。能为大阵出力是福气，这是小人全部身家，请仙师笑纳。算你小子识相，好好种你的地，少惹麻烦。是，仙师慢走。比起被切掉脑袋，这点屈辱算得了什么？炼气2层的灵力，我的剑现在还不到拔出来的时候，但在修仙界，只要我拔剑的第1天，必定见血封喉，不死不休。没有灵石了，但我绝对不能去找刘掌柜，他那人太精明。我一个靠种地混饭吃的废柴，突然拿出一株极品仙草，肯定得暴露。我得去个不问出处的地方，青牛坊市的地下鬼市。我得装成一个常年刀口舔血、脾气暴躁的杰修，就让我这炼气2层的灵力狂躁的散发出去吧。这就是鬼市，散修销赃和换杀人月末宝贝的好地方，真够安静的，全在用神识传音或者打手势。我目标很明确，我必须得搞一件防御法器。雨夜金刚符被破的教训太惨了，挡不住别人一击，攻击再强也是死。下品防御法器玄铁盾残了，但核心阵法没毁，灌注灵力挡住炼气中期全力一击没问题。5块下品灵石4卷还价。阵法确实还在，激发要耗的灵力多了3成，但对我这种灵力极度争纯的人来说，完全能接受。我要了，以物换物。好纯粹的阴血之气，这是极品阴血寻。哼，废话少说，换不换？换了，不过道友，这极品阴血魔价值不菲，算我占便宜。这摊上的杂物，道友随便挑一件当天头。破成这样的玉简，信息估计早流失干净了。就它了，交易完赶紧走，黑市里绝不能在一个地方待太久。绕了3圈。确定没人跟着了，总算变回那个老实巴交的灵农了。虽然破，但这厚重感总算让我在这见鬼的修仙界有了一丝安全感。多耗3成灵力，靠青玉提纯后的精诚度完全撑得住。别人肯定当垃圾扔了，反正也是赠的，里面空了也不亏。哼！用一缕神裹着灵力探进去试试。不好，要碎了！灵力流进了玉佩。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神级功法，而是一门上古隐秘宗门用来隐藏身家的辅助秘术，名为敛冰藏风法。天下法宝都有灵气波动，高阶修士一眼就能看穿低阶修士带了什么宝贝。这秘术能把法器灵药的变动彻底封锁，
好一个练兵藏锋，这简直是为我这种走狗道的玲珑量身定制的绝技。我最怕的就是这柄飞剑和刚到手的玄铁残盾暴露。一介玲珑背着仙家法器干活，就是找死。有了这秘术，一切都迎刃而解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白天雷打不动的种地，剩下的时间全用来钻研练兵藏锋法。我资质差，但这秘术极度依赖灵力的精纯，靠着玉佩的滋养，我体内的灵力比同阶纯粹数倍。就像打铁剩下的废料，一点灵气都没泄露。也罢，先收起来吧。藏锋于盾，引至于羽。在这人龙混杂的青牛坊市，我总算又多了一层保护色。果然，今晚下了大暴雨。套了2层伪装的赤腰飞剑，看着就跟烧火棍一样。脚步声压得很低，但在我这洗毛法鼓过的耳朵里，听得清清楚楚。是老曹，除了他，没人这大雨天往村头的土帮跑。他白天遮遮掩闪的，村头的土帮肯定有宝贝。但这绝对是场黑吃黑的局，盯上宝贝的肯定不止他一个。找到了，哈哈，果然在这儿。曹老三，就凭你也敢抢我盯上的妃？孙老二，你居然一直跟踪我！练气3层巅峰的解秀，废话少说，死吧！真是狗咬狗。老曹想独吞，根本不知道自己早被人盯上。肉身力量压榨到极限。谁？修仙界和凡人一样，都是弱肉强食。足足28块下品灵石，还有符箓和1阶中品的法器，连同老曹身上的碎灵石和这把剑，今晚简直暴利。春去秋来，那场风波早就平息了。在每天都死人的青牛坊市，老曹和孙老二的失踪连个水花都算不上。28块，加上老曹的3块，还有我攒的老底，独35块下品灵石，对炼气初期的玲珑来说，这绝对是笔巨款。35块灵石，足够我突破了。坊市里那些充满杂质的聚气丹，我绝对不吃。是药3分毒，吃了断送道途。我这祖传玉佩就是世上最顶级的滤网，正在被青羽吸收，化为精纯的灵力。炼气3层成了，神识和力量强了1倍不止。练习诀开启，我现在还是那个刚到炼气1层中期的废物。到了炼气3层，我的日子还是照旧。大半年过去了，青牛坊市外围的局势越来越乱，大宗门剥削得越来越狠，底层散修连喘口气的余地都没了。青龙帮为了给宗门填无底洞，连刚开卖的穷光蛋都不放过。
每天夜里都能听见棚户区的哭声，而我依旧死死掐着敛息诀，把修为压在炼气一层中期，雷打不动的当着我的窝囊玲珑。隔壁那个刚搬来3个月的新玲珑，终究是没撑过这个夏天。大半年没见，铁刀流居然混得这么惨，帮派内讧和分赃不均，把他逼得快疯了。呸！真他妈是块盐碱地，一粒灵石都榨不出来。刘仙师，您忙，小人这就回屋，不碍您的眼。站住！樊小子，大半年没见，你这地里的银叶草长得可比别人的好太多了。甲子区大火的地都枯了大半，怎么偏偏你这79号薄田，每次都能按时按量的浇上中等成色的灵草？刘仙师明鉴啊，小人哪有什么本事？小人是把命悬在裤腰带上，每天夜里不睡觉，生生用凡俗里的聚灵土法，一瓢一瓢给草根松土抓虫。小人资质差，要是连这地也种不好，下半年就得去矿坑等死了呀！他肯定能看穿我微弱的修为和手上的老茧，但他等不及了，帮里催得紧，凑不齐利钱，帮主会要他的命。刘爷，刘爷，少跟老子哭穷！老子不管你用什么土法，今天晚上老子要在你这茅屋里歇脚，顺便把你那聚灵土法一字不落的写下来。要是敢藏私，老子今晚就送你进前面的土包里。刘仙师饶命，小人写，小人一定写，只求仙师留小人一条生路。哼，谅你也不敢耍花样，滚进去生火做饭。我以为按时交利钱就可保我安稳，可人心的贪婪就像无底深渊，永远填不满。既然他自己走进了我的茅屋，那这因果就在今夜了结吧。李仙师，这第一步得在天亮前3刻，把凡人的草木灰和牛马粪混在一起，埋在灵草根部3寸的地方。真他娘麻烦！泥腿子就是泥腿子，净干些上不得台面的下水活。估计是大半年内讧厮杀太累了，他彻底放松了警惕。风棍起！炼气期第3层，你不是凡尘，你到底是谁？刘仙师，大半年了，我每个月都按时交租，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动了搜刮我底牌的念头。道友饶命！道友饶命啊！我是青龙帮的头目，你杀了我，帮主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只要你放了我，我发誓以后甲子区的灵石我一分不收，全部孝敬给您。青龙帮，过了今晚，这世上很快就不会有青龙帮了。在青牛坊市这种地方，杀人容易毁尸难，一点马虎都会留下一击致命的线索。加上我原来的家底，现在下品灵石快80块了，这笔钱足够让炼气中期修士眼红。青龙帮过河拆桥，分赃不均，老子去也！铁刀流流，这封血书加上最近的传闻，树堂只会觉得他是卷款跑路。
狗道长生，图的就是个稳字。在修仙界，高调死得快，贪婪亡得早。只有把自己伪装成一块最不起眼的石头，冷眼旁观，才能走得更远。青龙帮没了，这访视的规矩也不过是换了青牛宗来明着收税，日子还是难熬。樊小子，你这季的银叶草收成还是这么稳？全靠刘掌柜照顾，我也就是出了点笨力气，扣了租子和阵法费，就剩这5块可怜的下品灵石。看他那眼神，估计又觉得我一辈子只能在这儿熬日子了。他根本不知道，我这储物袋里藏着12株用祖传青玉偷偷催熟的极品银草。3个月前我炼气3层巅峰了，但这本长春宫最多只能炼到6层。周围灵气太薄，就算有玉佩提分也顶不住，得弄薄能炼到炼气后期的中阶功法，最好再带点防身隐匿的招数。正阶的传功阁不能去，太贵还会被记录在案。我一个底层灵农拿出那么多灵石，简直就是告诉别人我有重宝。鬼市也疯了，青牛宗的人整天到处巡逻，散修都躲得严严实实。听说了没？多宝楼的法传阵法坏了，迫降在中央广场，要开5天的临时虚实。多宝楼，他们不问出身，还有元婴期大能坐镇，青牛宗也管不着。那12株极品一下草终于能脱手了，弄本中阶功法的书肯定没问题。不过凡尘这个木嫩玲珑的身份绝对不能沾染这种大买卖，我必须彻底换个身份，反向运转敛息诀，把炼气3层巅峰伪装成带血煞之气的炼气4层。现在就算刘掌柜站我面前，也绝对认不出我是凡尘。多宝楼，别让我失望。这位道友，是想买点什么，还是有异宝出手？卖药，买功法，找个能做主的来。寻常伙计看不了我的东西。道友这边请。啊，这是银星草、药性完美梅杂质，还有月华纹，足足12株极品成色。道友，你这药是从哪儿来的？多宝楼什么时候也查客人底细了？死人堆里刨出来的不行吗？痛快点！多少灵石？道友说的是我多宝楼坏了规矩，市面上难找，我做主，1株20块下品灵石，12株一共240块，怎么样？行，但我不要全换灵石，我要一本能练到炼气9层的木属性中阶功法，根基要稳，剩下的全换中品灵石。这本青木归元诀能稳妥练到炼气9层大圆满，最擅长疗伤和持久战，算150块下品灵石。我再补你90块下品灵石。功法路线深奥稳固，比长春宫强多了。成交。果然有神识锁定我了，多宝楼也有贪心的人。我早有准备，今晚注定不安生。这里又脏又乱，最适合干扰神识。想拿大爷我当肥羊，也得看你牙口硬不硬。练息诀，给我全封死！算你跑得快。总算捡回一条命，不过这趟险冒得值。这速度也太快了！这青木归元诀简直就是给这块玉配好的，直接把我这烂铅质拔高了一大截。炼气4层，终于到炼气中期了，真气厚了3倍。现在要是碰上铁刀流，我连法器都不用，一道气剑就能解决他。甲字区的灵农都滚出来听令！
不好，得把修为压到炼气2层初期。接内门长老法旨，10万大山妖兽暴动，甲乙2区灵农每10户抽1个进前锋营，进山清理妖兽。什么？进山清理妖兽？那不是让我们去当诱饵炮灰吗？废话真多！宗门养你们这么久，该出力了。70号到80号抽签，谁敢不去，当场处死。青牛宗这是要拿我们的命去填妖兽肚子，给他们的高手探路。这地方是待不下去了，真正的生死关头到了。铁狼们，快点！来了啊！甲字70号到80号，抽签。我家里还有个刚开麦的孙子要养，我不能去啊！少废话，不抽的按叛宗罪处理，当场格杀。这哪里是抽签？这帮宗门弟子怎么可能靠运气？肯定是提前挑好了软柿子，用法术硬把死签塞过去，枪打出头鸟。既然他们盯上了别人，我要是乱动，神师的底牌就保不住了。抽！多谢祖师爷保佑，多谢祖师爷保佑！为什么是我？我不去！找死！甲字78号抗命被杀，名额空缺。既然这具尸体没用了，就你了。甲字79号凡尘，带上你的破烂，半个时辰后去西大门前锋营集合。敢跑！小人遵命。到底还是没倒过这一劫。选我，还不是看我这3年太老实，刚好拿来当替死鬼。炼气4层，2件法器，加上敛息诀和青玉，谁当炮灰，咱们走着瞧。所有人列队，向10万大山尾推进。这瘴气里藏着东西。李希是独掌林鼠。顶住！前锋营不许退，违令者斩！啊！救命！大宗门高高在上，散修的命不值钱，没实力没背景，命就是用来填坑的。前锋营原地休整，打扫战场，所有妖兽材料必须全部上交宗门。上交？我拿命拼出来的东西，大宗门连一根毛都别想拿走。这10万大山里的水，才刚刚没过脚踝呢。跟紧我，要是惊动了什么不该惊动的东西，我第一个先砍了你们。练习诀开到最大，连呼吸都得跟风声一个频率。2阶下品灵药，冰魄雪莲。你们4个，去崖壁上把那株灵草给我摘下来。赵神师，那洞里有大妖啊，我们去就是送死啊！少废话，不去，现在就死。这是要拿我们的命去引开妖兽，他好趁机夺宝。疾风盾，他要是拿了药，绝对会杀人灭口。借刀杀人，谁不会？啊！什么东西？小畜，你敢！真以为我是你这一嘴随便捏的炮灰？
这龙血的威力竟如此霸道！不好了！赵先生为了救我们，被大妖吃了！真正的猎人早就把最肥的肉装进口袋，躲在最黑的影子里了。这口血可是我用内基硬逼出来的。慌什么？说，赵氏之人呢？峡谷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把敛息诀拉到极限，就这点炼气2层的灵力边动，他神识随便扫，也只能看出我是个吓破胆的废物灵农。回大仙师的话，赵仙师带我们进峡谷没多远，崖壁上就冲出一头长满冰甲的巨大地龙，那畜生太凶了，一口就咬断了前面的人。赵仙师为了护着我们，一个人拔剑冲上去，跟那大妖打得天崩地裂啊！赵仙师真是不世出的天才，一剑就刺瞎了地龙一只眼。可那妖兽发狂了，临死反扑，一尾巴把赵仙师砸进了乱石堆里。我胆子小，吓得钻进旁边狗洞，等没动静了才敢爬出来。赵仙师和那地龙都死在里面了，到处都是血呀！你们2个进去看看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遵命。启禀执事，赵师弟确实殉踪了，里面有一头1阶上品冰道地龙的尸体，脑髓被飞剑贯穿。从现场看，赵师弟临死前激发全部潜力，跟地龙同归于尽。崖壁上的冰魄雪莲也被法力彻底毁了，连残渣都没剩。哼，赵师直倒是有骨气，没给咱们青牛宗丢脸。至于这废物，既然命大没死，先扔回后方木笼关着，等凑够了炮灰再安排去探路。走快点！这一手瞒天过海，不仅洗清了嫌疑，更坐实了我命大又胆小的废物名声。情况不对劲，听说了吗？千修爷城那边的3个中型宗门也插手了，内门5位长老在深山遭伏击，3死2重伤。青牛宗快顶不住了，不少散修都在趁乱逃跑。执事大人有令，半夜拔营，放弃藏古恨，全体退守青牛坊市核心区。青牛宗要败了，青牛宗一退，坊市绝对会变成散星和妖兽乱杀的绞肉机，绝对不能跟着大部队退守坊市，回去就是死路一条。乱吧，越乱越好。我要活下去。大劫到了，我得赶在风暴彻底吞没方氏前，把最后的尾收干净。这就是没了规矩的修仙界，撕破脸皮，全是野兽。该走了，有人在盯着我。刘掌柜，这老狐狸什么时候盯上我的？方氏乱成这样，他一个炼气5层放着法宝不抢，死盯我一个灵农，肯定是多宝楼那12株带月华纹的极品银翼草，被他看出了破绽，把我当肥羊。今晚这土包里，就多给你留个坑吧。樊小子，别跑了！这乱葬岗风大，别把你那2根骨头猝散了。刘掌柜，您怎么在这儿？外面全是大妖和劫修，我害怕呀！怕？樊尘，我收了10几年的药，自认眼毒，差点被你一个毛头小子骗了。多宝楼那12株极品银叶草是你弄的吧？你那3亩破地连中品草药都种不出，居然能交出带月华纹的极品？一个凡人3年修炼到炼气期，你身上肯定藏着催熟灵草的宝贝。我不贪，把宝贝交出来，秘法写清楚，我给你个痛快。不然，老夫这搜魂术可比宗门刑罚爽多了。这3年的情分，什么炼气4层巅峰？不可能！老东西，你废话真多。去！小兔崽子，你找死！
行啊，连一阶上品法器都有，今天你必死！玄铁盾，开！风术，青藤。该死！这是什么鬼法力？斩！长生仙路，我凡尘来了。地血脉归位。500年了，当年偷走通天噬灵玉的叛徒余孽，居然还没死绝。